广大收藏家朋友，大家上午好。阳光鼎盛，树木葳蕤，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钟鼓陶2023年春季拍卖会预展的第2天。钟鼓陶2023春季拍卖会，我们携400余件拍品亮相北京华茂丽思卡尔顿酒店。可以说昨天啊，这个来的看预展的人呢非常的多啊，无论是唐卡还是瓷器，今天也是。那么这场呢，我们还是本着我们的老的这种理念。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唐卡专场还是本着深耕细作啊。这一次呢，我们古代唐卡的数量，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多的这个拍品啊，带了100余件这个拍品来到呢这个拍卖会，而且呢，这个唐卡里边呢，它呢题材非常广泛。高古唐卡呢，像12、13世纪、14世纪的唐卡呢，比我们往期更艺术性更加的精美价格呢也更贴近市场。我们这场的呢这个唐卡的题材上，它更有呢贴近呢广泛的这种收藏家的这种像杜姆唐卡呀，这个财神唐卡呀，还有施家唐卡呀，带来的都非常多。谭姐说过呢，什么是好拍品？好拍品呢，就是艺术性强年份好，然后呢价格适中，或者说有漏，就是好拍品。那么我们这一次携带的这样的拍品非常多。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瓷器300余件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成双成对非常吉祥的拍品就有32对。首先，我们除了我们这个钟鼓陶拍卖的特点就是瓷器这一块，我们的老窑系列非常精彩以外，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深耕了民国细路精品这一块。你像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具有这个和煦人特征的这个粉彩如意耳尊，还有这个民国乾隆款的这种5轮粉彩的这个大尊还有这个伦敦苏富比这个回流的具有整个民国美术陶瓷奠定基础地位的潘涛宇先生的这个鹤鹿图等等吧。而且我们这次这种小官窑系列可以说呢也是精彩纷呈大件，适合家居摆饰，适合投资收藏的这个拍品非常多。尤其是今天我们隆重的请到了我们河南省郑州大学这个历史系考古历史学院考古硕士研究生的独立学者，北宋官瓷博物馆秘书长、独立学者这个陈东强先生，大家给个掌声陈老师好。然后我们也有幸的请到了这个理财杂志，理财收藏杂志的主编，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常年就是应该从事古陶瓷的教学、传播与研究的徐斌老师让我们给这2位嘉宾呢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今天呢2位嘉宾以他们对于古陶瓷的专业的这种眼光和视觉，2个人来共同给大家赏析我们钟鼓陶2023年春拍系列的老窑瓷有请你们2位好，谢谢。我把这个就你的这个那个谁1加1个1加1个买，这样音就收了不乱。放着就行了，对吧？我就撤出了，你俩好，来，这个
哎呀，先讲这个，跟先分享一下。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件重器。这是一件年份比较早的歌谣瓷器鱼耳炉。下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一件瓷器，它的真假问题。这一件瓷器上手，就是说轻重比较适中，上手以掂量这个东西就比较好。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整个的颜色的釉色，釉色看起来比较温润。这种老瓷器啊，不像新瓷器那样，你看上去这个光比较刺眼，它的润度和它的年代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它上面的片纹，这上面的片纹，大家看到没有？它开的比较深，并且上面的片纹颜色不是一种。上面比较重的这个开片是黑色的，然后呢，在黑色大片纹中间，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点啊，它有颜色比较黄一点的细小的片纹，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种金丝贴线，表现的比较明显。这上面除了这比较好的、比较引人入目的片纹以外，上面还有一部分缩釉的地方。这个缩釉的地方呢，更说明了这一件重器它的年份比较早，因为是早年份的这个歌谣啊，在它烧造的时间采用的是石灰碱釉。石灰碱釉它这个粘稠度比较大，就是说温度一高的时间，它整个的这个釉面融化了，融化以后粘稠度那就比较重，所以它上面很容易出现像上面的这个中眼儿，新东西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这种情况它就是比较少。下面的这个器珠部分也明显表现出了它的釉比较粘稠，然后呢片纹比较精美，年份是非常好的，没有一点悬念，一定是个老的非常好的一件藏品。下面请徐老师从其他方面跟大家解析。我们都知道，玩老窑瓷器的都是葛窑，是咱们宋代5大名窑之一，最早建入咱们那个明代宣德鼎力谱那个财主关歌定君这个里面说到这个葛窑。葛窑呢，因为它这个历史呢比较早，就是窑址至今没找到。现在像传世这样的这件器物，这种鱼式、鬼式楼这种造型，我们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啊，都有，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精品。而且我们过去也经常说到是光歌不分，光歌不分它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那个圈足部分。
你像它这个底足那个子口铁足，特别像那个铁足这个胎，它这种铁是从骨子里面放出来的，和我们当代的这种仿品区别是比较大。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到过了，你像它那个金丝铁线，它这种手感啊，因为过去的我们知道这种五大民窑的这种釉，除了是十分讲究的这种前提下，它是一种纯矿物釉来上的，而且经过多次施釉，才能导致这种，你像一个里面它有种棕眼啊，还有一个缩釉现象。实际上这件藏品呢，应该无论是我们在国有大博物馆，还是我们大的很多国内外拍卖行，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这种精品。希望就是说这次呢，我们这个钟鼓陶吧，这样东西也是我们钟鼓陶的，相当是一件重器啊，这是一种咱们传世的佳作。我们可以大家好好欣赏一下这种篓子，这是个青铜器的造型啊，它是你像那个束腰，我们看了，我这拿的时候我都可以很谨慎、很小心的。这种篓子就是说，你看它这个鱼饵的这种。啊，它本来呢，它是一种鬼石篓，这个青铜器嘛，它的造型。后来因为祭祀，它把这种形制在，你像在宋代那个时候以前，或者宋代以后，一直到咱们元明清这个时代，都把这个器械都说是经典器械了。啊，这件东西。这件呢，我们从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件那个鬼石篓啊，是一件地地道道的、非常开门的这个葛窑器械。好，陈老师还有啥补充的？我这从制作工艺上跟大家补充一点。过去的老瓷器啊，那个时间手工是制作的最基本的一个手段，就是说纯手工制作的，和现在新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成型工艺和过去那差别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从整体形状，像刚才徐老师所讲的那样，不仅它的形状反映出了青铜器的造型，它的美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从工艺上说，怎么能够看出是手工制作的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器物的里边，尤其是底部，当时手工拉坯它的痕迹是明显的比较狠的，一眼就能够看到手工拉坯那种转书转出来的比较美的那种旋律，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当时那种高超的制作工匠，那种制的时间，这种手法、速度及其成型以后那种呈现出来的美，可以看这个器物的内部。好，我就补充到这个地方。好，徐老师，这件器物如果是哪位收藏家喜爱的话，实际上真是作为你们家庭的或者是你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无论你是多大的藏家，都是你的镇馆之宝之一。我希望大家喜欢，跟我一样喜欢。我非常喜欢这个鬼石炉啊！好，下一件吧。这个我最后呢，从收藏的角度再跟大家提示一点。现在这个官歌不分这种说法，大家都比较明白。但是呢，这个歌谣的窑址到现在没有确定。耿老先生以前曾经说过，就是这个歌窑啊，它和官窑是一窑烧制出来，但是呢，由于窑位放置的不同，表现的形式有一些差异。从这一方面说，
它不仅是官家的东西，而且存世量是比较少的。那么作为一个收藏家来讲，我们肯定要追求那一种精高端的东西，这一件就属于收藏家所追求最高境界的那种比较高端的精致的东西，它的收藏前景毋庸置疑，一定是比较好的。当下这个经济状况受到了一些影响，以后这一件它的收藏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次收藏重器入手重器的机会，也感谢钟古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机会，谢谢大家。我再补充一下，你像这件那个鬼石楼有这种碎釉点和碎釉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啊，你像上千年的东西，这种能保存下来的这样的，这是为时确实不易。我们也知道，你像咱们清代乾隆皇帝，那是对着五大名窑特别喜欢，特别是葛窑。现在你叫传世两宫里面的这种传世葛窑底部，几乎都有乾隆的御题诗。这件不是公传的啊，这件不是公传的，这是民间收藏的国外回流的一件器物。我希望大家喜欢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换一件吧。好，下一件。拿过去。我们再看看这一件器物，这件器物呢，可能是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咱们是济州窑的产品。济州窑呢，在我们江西济州县那边，像它济州窑最大的特点，这就是你像贴那个木叶碗啊、贴花啊、玳瑁釉啊，这一个比较有它地方特色的这种瓷器。它从你像到五代一直到元这个时期一直比较流行，但是它不是我们那个中国八大窑系之一，但是它在地方窑口上占据了非常大的这种一种地位了。而且现在我们很多像磁州窑系啊，还有那个匠窑系，都对它的产品都有一种仿制。它这种点心，你像这种画工是非常特别的。你像它有些它剪纸啊，像贴花啊、贴纸啊，像这种画工，你看它上面一幅头画啊，这幅奔跑的这种鹿，这个它是这种很民间的这种产品，大家可以细细的看一下这种产品。像这种很抽象，这种很抽象的，为什么它可以定为鹿呢？你看它这个是个鹿角啊，奔鹿的这个寓意都非常好嘛。都是那个都人一生一生是吧？都是那种福禄喜，这是禄，这是生活衣食无忧，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瓶子，上面还带着盖，这算是全套。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底足啊，因为这种底足是那个济州窑，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修作模式，非常快捷。它那个在民间，它是民间窑系嘛，它修作基本上就是一刀下来的，这是非常一件很看门的一件济州窑的小精品。我们下面由那个陈老师再给大家再分享分享。刚才徐老师已经讲了这一个器物，确实像徐老师所讲，这一件器物从品相来说，它非常完美。一般的你像年份比较早的元或元以前的器物，大部分上面就没有盖子了，因为是这个盖子在使用期间最容易掉到地上，容易损坏，所以说呈现在大家面前呢都是没有盖子的这样的产品。但是这一件很难得，它上面的盖子完好无损，这是从品相说，它是一个全品的器物。从造型说，早期的这个瓷器的造型
它体现出一种比较朴素的美。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没有装饰，在那个地方一放，我们看起来它的上部、中间和底部都比较协调，就是给一种那种造型美。你看这个尖有点锋，但是呢，它不是像唐代的那种磅礴大气，这个年份要晚一些。这是从造型方面来讲。然后呢，我们再说上面的工艺，就是绘画这一部分。刚才徐老师说了，你像这个鹿啊，过去都追求那种福禄寿这种比较吉祥、寓意比较好的图案，在这方面呢也体现的比较好。这上面它就是一个鹿，而且呢，这个鹿表现的不是那种比较严谨、比较呆板的那种形式。我们可以从鹿的这一个随画出来的那种大写意的手法，就可以体现出早期这一个匠人那一种奔放、那种开放、那种不受约束的民间瓷器匠人的高端的制瓷工艺。就是说，像北方的磁州窑一样，南方吉州窑也是体现出了这样一种随意奔放勃发的这样一种精神内涵。我们看了，就是说，虽然它不是很工整，但是呢，看起来就是一种美。这件器物也是一种难得的收藏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徐老师，你再补充一下。因为这里面有称之为天目瓷。你像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肩部，它肩部这一块是刚才那个陈老师已经说过了，非常圆润的啊，这种饱满。它上面有这个画了2层这种复帘啊，这个莲花复帘有仰帘，这是复帘，它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特征。这种的莲花代表着圣洁如意啊，上面带个小盖子，盖子上写了好像这种点了几笔，都像右上字一样画，都像一种小画画。这小盖子，这个小盖子应该算是原配啊，原配的盖子。我们在这里面画的这种花，这种纹饰，这是代表当时这种民间工艺啊。说实在的，在这一块也是非常那种娴熟的这种风格。因为磁州窑这个吉州窑，它是它有民间很多藏家说都是说仿磁州窑的，有时候他仿匠窑的。实际上我们最后考证，像那个磁州窑系的很多这种天目瓷啊，这种绘画工艺呢，是参考了咱们吉州窑这个风格啊。这个虽然它的历史很短吧，但这件器物不可谓错是一件吉州窑的小精品啊。希望呢咱们大家喜欢。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一件器物。这一件器物在吉州窑里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器物，就说不论是从它的形，不论是从它的品相，都是没得说的。关键是这一件器物呢，从工艺上说，它是一个满画，就是说从底部到顶部全部一个器物的全身都有绘画工艺，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满工的这样的一件器物。它这是一个满工施釉到底的啊，它过去的施釉这方法，它是手这么拿着往里面一蘸釉，施釉之后，它这样的一种方法施釉工艺，显示了
这是过去的这个做工工艺的一种特点，大家都看出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件东西是非常一件开门的、大开门的一件那个鸡肉窑的产品啊，鸡肉窑的产品。好，这一件就到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抓住这一次入手鸡肉窑美品的机会。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来捡漏啊！希望大家到中国陶来捡漏。好，下一件。莆田的是吧？莆田的。好，徐老师，您先讲一下。我们这是莆田窑的啊，莆田窑的引进的。莆田窑呢，也是我们中国是8大窑系，也称为景德镇窑。景德镇窑实际上呢，我们在或者是宋代6大名窑和中国8大窑系里面说景德镇窑，就是说的咱们莆田窑。著称，它那个像我们江西地区啊，像那种福建呐、还有咱们湖北、河南大面积的，因为它形成一个为什么形成一个莆田窑系呢？因为它涉足的面积是比较广啊，仿造品生产它的器械也是比较多。我们看看这件那个器械，这是一件梅品，那是画花刻画花的一种梅品。你看它又是1瓣、2瓣、3、4、5、6啊，这是6瓣的一张梅品的。在每个开仓中间，每个画瓣之间，它有这种画花画的，上面是一个瓶口的梅品的瓶口的。这种器型过去的它是一种酒器啊，过去是一种酒器，后来它既能作为陈设器，也能作为酒器。因为我们莆田窑这一块它的在南方的很多那种专家呀，古陶瓷专家，他们经常会说到什么？他是莆田窑呢，像亲如天，民如薄如纸，亲如天，民如镜，薄如纸，深如磬啊。在南方的很多那种那个古陶瓷专家，他说这12个字儿，包括把这个莆田窑都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啊。说是有的专家已经提出来过，像莆田呐、那个引亲早期的莆田，它被认为柴窑类这一说，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柴窑，它确确实实我们莆田窑是一个地方著名的窑种，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窑系啊。这是在我们陈老师再给大家再讲一讲啊。好，刚才徐老师已经从这个莆田窑的历史啊，跟大家讲的已经比较好，了解了它这个历史，我们就更能够了解这一件作品的品味。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一件器物的造型和它的釉和它的胎来看一下它的真假和年代。大家首先看这样一个器型，就是说我们不看上面的工艺，就从上面的整个的这个器型是不是就有一种很美。我们再看上面的口，这个口呢是向外比较有一个张力，就是说它是出来了以后向外张的比较多，或者说它就是形成一种盘口。盘口这种器型呢，一般年代是比较早的。下面这个呢，口的下面这个是镜，这个镜比较高，就像一个美女啊，它这个镜比较高，显得肯定是比较美的，对吧？亭亭玉立啊，亭亭玉立。然后呢，再看下面的尖，这一个尖，它就是稍微圆润了一些，但是呢，还属于锋尖这样一种器型。所以说，
从整个器型来看，它的年份，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年份。下面呢，我们再用手感呢，当然大家有机会到中国陶拍厂，直接上手，这个最能够感觉出来。上面用手这样去抚摸，那是比较润的，有一种黏黏的、滑滑的这样的感觉。老瓷器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不是那一种干涩，而是一种圆润，这种润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对吧？你要说一个器物这上面用手一摸很涩很干，这你就不要考虑，它肯定不是真的。但是你要是上手一摸，这就是沾手，这个感觉就比较好嘛。这是岁月属于这一个瓷器的灵魂。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下面的胎体。这种胎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看起来干，但是手摸起来比较润，这也是老瓷器所具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而这一件器物，它全部都具有了这些特征，所以它是一件开门的器物。我们再看它的釉的颜色，对于这个胡田窑，它是属于这个影青吧，影青里面最好的这个品种，应该就是胡田这个地方烧制出来的产品。这一件呢，就是影青系列里面烧造出来的胡田窑的产品，所以它是这个影青里面级别比较高的一件器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下面请徐老师再跟大家深度的解析这一件器物。反正胡田窑像这样的一种器型，这种全美品，我们把这类产品呢，这是藏品，都是称之为全美品啊。全美品呢，就是说它摸着都是温润如玉的感觉，这个釉色是吧，白里透青，有着微微的泛青。但是如果大家上手的情况下，感觉这里面有一丝丝的这种冰凉的感觉非常舒服。因为它这个造型呢，我们这种器型，我们从唐代以来，特别是宋到晚期，一直到咱们明清的时候，这种造型都是我们陶瓷界里收藏的那种经典器型。经典器型呢，就是说这件器物呢，也是我们像胡田窑这个影青瓷里面的一件精品吧。这个器型，我们也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能上手的，今天可以过来，大家。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这就是胡田窑它这个鉴定上面这个基釉了，看到没有？这个遮线的部分有很重的基釉，这也是真品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另外，这上面的工艺看到没有？这上面画的花卉的枝叶部分全部就是有一种蛛丝痕。这种蛛丝痕是如何留下呢？它就是说，先用刻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用一个这个珠子的这样一种工具，一次性一刷，在胎体上就留下了这样一种痕迹。这种行内人通常称为这种蛛丝痕。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上面就有比较多的这样的痕迹，所以说这是一件难得的藏品，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一次很好的机会。好，徐老师，我们下一件，好吧？谢谢。